你有见过这样的老色批男主吗？大家打不过就掀裙子看人家胖次，一双咸猪手动不动就按到别人的波霸上，就这样还能团宠上哪找的公道？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。男主名为叫6号，属于某个大坏蛋组织的小头目，其实也就是个干活的，不过人家经过特殊改造过，他们的组织啊就想统治宇宙，想要版图大的没边，所以6号的大佬们就想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做卧底。一开始6号觉得自己不干，但一想到异世界的大 boss 那种日子，酒池肉林随便玩那不美滋滋的，6号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。领导的压力那叫一个大，考虑到6号脑瓜不太灵光，所以给他配了个金发萝莉爱丽丝做助手。6号一看妹子，心思就活络了，搞得像5年没见女人似的，心想这下可以好好享受了。结果这小萝莉竟然是机器人，身体里还装着自毁装置。6号想对大佬们也来手脚，还不如直接来个亲密接触，让他们心花怒放。就这么着，6号就被踹进传送门了。为了让6号不那么慌，妹子还保证传送肯定没问题，但如果出错就是1半几率。看着6号在里头像泥猴一样乱蹦，妹子二话不说就开了机器。6号还没来得及留遗言呢，就这么没影了。一转眼俩人空中自由落体，幸亏有降落伞，这才没摔成肉饼。落地之后，6号迫不及待想让爱丽丝弄个返程装置，爱丽丝说得1个月才行，俩人也只能先往城镇走了。路上6号就琢磨着让总部空投辆车，结果被爱丽丝给否了。这里咱就稍微说说6号的那个设备，它能让总部给传东西，只不过这玩意儿得要点数，想要点数得干点见不得人的勾当。6号原本点数多得很，都花在买学习资料上了，只剩下300点。正聊着天呢，一群魔物冲他们直扑过来，两边开打了。6号靠手枪干掉了几个，可敌人多势众，还是被偷袭了。爱丽丝在旁边一点也不慌，还嘲笑6号软不拉几的。6号没辙了，只好把剩下的点数给爱丽丝换把枪。打完架没多久，又来了一帮骑马的姑娘，虽然听不懂对方说啥，但爱丽丝翻译着，6号勉强能交流几句。爱丽丝装作楚楚可怜，求着别人安慰，说6号是某地方的大人物，被一帮暴徒抓了以后，脑子有点不正常了。这套路把骑马队长雪诺骗得团团转，雪诺满脸堆笑，邀请他们去自家国家。到了那边见了国家公主，知道这国家正和魔族打仗，正好需要6号这种脸皮厚的。6号当然乐意帮忙，逛着逛着发现了个不该属于这儿的降雨装置，爱丽丝说包在他身上能修好，雪诺乐坏了，忙不迭要去报告公主，还说这功劳得平分。修好后到了设密码环节，6号出风头了，输入密码叽叽结，6号就盼着公主说出这俩字，想看她尴尬的样子。没想到公主刚好在背后，俩人直接被带到国王那儿。国王搞不懂6号为啥要这么干，但毕竟修好了重要的东西，这功劳还是不小的，所以国王就没追究6号的过错了。国王正要让他俩走人，这时公主站出来了，他打算雇6号和爱丽丝当国家的勤务兵。国王看女儿发话也不好意思拒绝，就答应了公主的请求。可雪诺心里有些不乐意，他担心6号可能是敌国派来的奸细。6号就把雪诺之前怎么分功劳的事告诉公主，这是我负责好了，你不是这么说的吗？最后6号就变成了国家的荣誉骑士，雪诺却成了他的助手。然后爱丽丝把2个奇葩惹毛了，一个是一到就自带中2属性的拉玛，对立面超萌的小妹妹，她是个合成兽叫罗杰，能获得吃了东西的能力。现在她吞了一只角兽，还有一只喷火的蜥蜴，所以她长了条尾巴和犄角，还能喷火。另一个是魔法师古利姆，看上去有点变态，实际上是个害羞的小清新。确定队员之后，雪诺和6号开始争吵，打算比武决出谁当队长。但6号这人可不按常理出牌，双手一握拳头就冲上去，幸好公主及时出现阻止了这一幕。第二天6号带队来到战场，看着那排山倒海的敌军，6号提出偷袭敌人的补给队，罗杰却想挑战更强的敌人，6号只好带着他去打补给队了。用我的葬火之海把你们全都埋葬了吧。一阵火焰烤烧之后，罗杰居然还想吃兽人怪物。这时天上飞来一只巨鸟，魔族的高层也来凑热闹了。这位魔物上司是魔王4天王里的一个，他一眼就看出6号是队伍的头，还觉得6号有当坏蛋的天赋，想拉拢6号加入魔王的队伍。6号想了想自己手下的事儿，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海涅。海涅也没啰嗦，直接撤了。6号他们刚站稳脚跟，海涅就发起了攻击。6号想拿人多压人少，给海涅来个下马威，喊上小伙伴一起上，可2个队友根本就不买账，还有一个正呼呼大睡，唯独爱丽丝挺身而出说要援手。这边海涅派出施救来压制6号，爱丽丝看不过眼，一枪飞出，施救直接挂了。
海涅觉得6号他们这帮人有点邪。6号背后不知啥时冒出个怪物级的，古利姆这时候擦擦眼睛睡醒了，怪人一阵邪笑，那棒槌下去就把他秒了。小队看呆了，气氛一下子安静下来。海涅也没了玩的兴趣，转身就走。雪诺站出来说他来牵制怪物，叫6号去照顾古利姆的尸体。罗杰一跃而起，一口老虎直喷怪物脸上，雪诺跟着也冲上去打。6号在旁边看着古利姆的尸体出神，发誓非干掉怪物不可。这时候一只传令鸡哥飞来，叫他赶紧回战场，不然魔王要他好看。敌人一走，6号正准备发愁，雪诺来了句他又不是那么容易死的，自称是泽奈利斯的大不死教主。不一会儿古利姆就醒了，看到6号一直守在旁边，心里那个小激动，啥时候咱俩约个会？这俩人就在大街上开始嗨皮。自从6号打退魔族补给队，那边的魔族只好撤退。根据套路剧情，总得有个勇者出来翻盘。当人类被魔王欺负的时候，天选之子手上就会冒光，他就是那个光的化身来拯救众生。听完这话，6号一把扯下手套，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成天选之子。但公主在一旁的神情像是有话要说，明显是憋了个大招，因为那伤口是剧毒虫子咬的。6号一行人都傻眼了，6号这才恍然大悟，想起来他刚穿越过来的时候，爱丽丝给他打过预防针，否则6号梦想在异世界肆意西游的愿景恐怕就此破碎。那个自称勇者的其实是公主的亲哥哥。场景一转，6号刚离开皇宫，就看见罗杰紧张兮兮躲到他身后，原来爱丽丝手里拿着蚂蚱，想逼罗杰吃下去，试试能不能从蚂蚱身上提取基因，这种情况下就能研发出更强的武器。爱丽丝还用美食做诱饵，只要罗杰吞下，保证让他的胸部变得像西瓜那么大。紧接着6号提出把罗杰骗进自己的组织，爱丽丝心里也打着相同的算盘，于是两人同心协力开始忽悠罗杰。就这么，他们骗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小萝莉。傍晚时分，6号忧心忡忡趴在窗边，自己明明是个异世界穿越者，怎会没有享受到该有的待遇呢？甚至躲在转角等待，却始终碰不到命中注定的美女。正当6号郁闷时，爱丽丝来安慰他，直接让6号体验一把当下科技的魅力，嘴上还不忘随意呼唤几声。就在这时，雪诺出现在门前，脸红红的跟6号说要开战略会议。原来勇者争夺秘宝时被魔族给伤了，那秘宝正是打败魔王的关键，所以现在只能靠他们出手。但他们的攻略没一个靠谱的，6号提的计划也全被否了，末了只好用人海战术硬上。第二天，国王直接命令强攻高塔，6号则是带着看好戏的心态旁观。看着看着感觉不对劲的雪诺决定单飞。不一会儿，天色已晚，雪诺满身疲惫地回到众人身边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6号就听古利姆在那儿嚷嚷。爱丽丝那边也没闲着，她从总部传送来一把枪，用射出的铁条来完成攀爬高塔的计划。只是古利姆对爬塔计划嗤之以鼻，因为6号没站在他这边。蕾丝边的胖次穿的有点多余了。再说雪诺一整天跟魔族搏斗，现在连手臂都举不起来了，还好6号及时接住了他。雪诺一趴到他背上，6号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触感。为了减小风阻让雪诺报警，还特意发掘出了心底的小怪癖。顶层上，魔族干部牛头和羊头互相吹嘘，6号趁着他们疏忽直接上去，把羊头推到边上。牛头正蓄势待发，6号警告牛头一旦动手，羊头就会被石头砸下去。6号这招真是够狠，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了。牛头只好为了兄弟束手就擒。羊头被拉上来时，牛头已经强弩之末，6号又以牛头的生命为筹码，敲诈了一笔。羊头这才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坏蛋。6号最终得手了秘宝，还得到了国王的赏识。听说那些金币够挥霍一整年，6号就想甩手不干了。爱丽丝急了阻止6号，雪诺也掏出了爱丽丝应得的奖励。看他那表情，我猜他心里跟6号一个念头。6号拿到了打败魔王的关键。魔族少女海涅率领魔军杀气腾腾，6号就是罪魁祸首。本来过得舒舒服服的秃头被得罪，结果6号只能被迫上战场。为了对付即将来袭的海涅，雪诺和罗杰想叫醒正在睡觉的古利姆，却不小心把人给弄晕了。6号1到2人忙不迭掩饰，同时海涅带着大军也到了。6号立刻叫雪诺叫醒古利姆，要给海涅下个诅咒。心虚的雪诺怎么可能还敢碰古利姆，只好拿出自己贷款买的爱剑对付海涅。罗杰看情况不妙，准备开溜，真是没辙了。爱丽丝只好上场试试能不能把古利姆叫醒。这么一来呀，那个超级厉害的魔像只能靠6号来对付了。但那魔像看着傻乎乎的，6号一通乱射，完全没啥用啊。爱丽丝赶紧叫6号拖时间，她自己忙着联系总部要 C。6号面对魔像，没办法硬着头皮上了，结果他那些招数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差点自己变成烟灰。6号只能咬牙坚持。这时候爱丽丝才想起
总部现在是喝下午茶的时候，传送的慢得很，只能让6号撑久一些。6号看没辙，只好取消安全模式。这时候罗杰从天而降，尸肚真难吃。6号的安全模式总算取消了，拿到了刚传来的 C， 终于把魔像给废了。可6号也出问题了。3分钟内动弹不得，古利姆也终于被魔像的碎片砸醒。6号赶紧叫妹子们来保护。这时候海涅突然出现了，原来是雪诺的剑坏了，急匆匆找6号报仇。6号只好解释自己也动不了。海涅听了坏笑一声，直接冲6号开了攻击。就在这关头，古利姆终于有用了，咒语一出，海涅动弹不得。6号的副作用也正好过去。为了自保，海涅拉拢6号，说加入魔王军有妹子无数。6号听了心动不已，正想放纵自己，雪诺一巴掌拍醒他，攻击正好把海涅的魔导石打飞，落在爱丽丝手上。这魔导石对海涅太关键了，没了他只能任人宰割了。6号和爱丽丝笑眯眯地看着海涅，然后开始以魔导石身份威胁他，让他去做些羞羞的事，还得意地给他罩上了一层保护。旁边的人都觉得6号这招太损了。玩够了后，6号决定还是得还给海涅，但肯定不能那么简单就还，故意解开裤链把魔导石放那儿，海涅只能自己过来拿，这让海涅感到特别丢脸，只能灰溜溜地走了。夜里6号开始狂欢庆祝胜利，最后喝高了被雪诺背回家，嘴里还不干不净的。雪诺一边走一边还埋怨6号，不巧被秃头给听见了，两人就一起出去了。秃头透露了雪诺想要回骑士团的心声，说找到6号是间谍的证据，雪诺就能再当骑士团团长，还额外给了他点好处。雪诺离开时还犹豫不决，但想到跟6号的日子，他决定还是不诬陷6号。可一走到门口，就听见6号和爱丽丝的对话。6号说要完事后开后宫，雪诺气冲冲地闯了进去。面对雪诺，6号还想敷衍，但最终被雪诺赶出去了。两人找了个地方休息，还剩最后一个任务没做，只要传送装置设置好，就能连上地球，把战斗员召唤来侵略这里，顺便把魔王军也干掉。传送装置需要稳定1个月，这期间6号可以任性。爱丽丝告诉6号，魔军要攻过来了。6号表面不在意，但内心还在惦记老队员。6号为了赚恶行点，开始夜里干坏事，专门找孤单少女下手，吓走一个赚点恶行分。第6个妹子跑了，雪诺就拽我去开裆，被熟人撞见就向现场直播挨枪。雪诺问我怎么回事，我说这是防魔王军的备战行动。雪诺直接怒骂一通。第2天我又去买东西，路人那眼神明显不对劲，结账时候老板都吓得往后退了2步，我一头雾水，回头一瞅，墙上贴满了我的通缉海报，还冠上了个拉链侠的封号。我哪想到报应这么快就来了，赶紧找爱丽丝求安慰去了。我这些天的搞怪倒也不是完全没成效，恶行分数来了500分，爱丽丝说留200分备用，其他的买地雷去堵住魔王军的来路。第2天我们俩街上溜达，看那人们慌的一批，老板回头一讲，勇者莫名其妙没影了，肯定是踩我埋的地雷上天了。我们回房间去了，打包东西准备闪人，谁知没走几步公主来敲门，我一看就明白了，她肯定有啥事找我。公主还没开口我就拒了。公主其实是想揭我底，她没打算整我，就想让我看着国家沦陷，顺道让我告诉别的国家魔族要来了。谁都看得出这是苦肉计，我这人就是好这一口，所以我答应了公主。我的小队终于又凑齐了，又开始了那日常的热闹。第2天王国召集兵马要开打，明知不是对手，但那气势绝对满分。海涅带着魔军直奔我们这边来了，突然一声巨响，魔像瞬间应声倒下，海涅直接命令大军别停，冲上去硬刚。就在那一刻，海涅感觉到自己魔导石的波动，明知可能是圈套，还是忍不住去了。一看他那表情就知道炸得他够呛。双方将开战，古利姆开局一个诅咒，让魔像直接瘫在地上，然后雪诺带头直冲敌阵，罗杰和雪诺护着古利姆，也能更安心放技能。古利姆诅咒接连放，结果又是出乎预料的状况。他那时候真是懊恼，只需再大胆一点，就能让海涅吃土。主要是怕诅咒反噬被6号目睹。加达尔这时也加入战场，罗杰开局就被打趴。面对加达尔的攻势，他们只能勉强抵抗。古利姆看到这样，决定以死相拼，拖住加达尔，让雪诺先撤。6号这边发现形势不利，就想带公主撤了，只要公主还活着，国家就不会亡，自己还能有后。其实更看重的是公主，想跑还没出城就碰上回来的雪诺，他恳求6号帮忙守国，只要能赢，他就让6号随意。6号本来想拒绝，可是雪诺那泪眼婆娑，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。几人直奔高地，6号叫爱丽丝给他，
传个巴雷特来，先干掉那些讨厌的魔像。没想到恶行点不够，看6号那神情就明白了，肯定是半夜偷偷买学习资料。爱丽丝建议6号去揍国王来赚点数，这主意被2个妹子阻止了。最后雪诺决定牺牲自我，让6号对他下手，别人打算白送了。6号到了紧要关头却给怂了，罗杰一看就快不行了，一枪把敌人给废了。大家赶紧往城堡里撤，有狙击枪是有了，人家人多势众。6号急着让爱丽丝把秘密武器弄过来，经过一阵乱打，武器终于也到手了。6号一解除安全锁，直接一个龙卷风扫了停车场，敌人瞬间被打得找不着北，场上的男的没一个能撑得住，对面就剩海面上的了。6号跟海涅约好休战1个月，海涅那是求之不得想快跑。雪诺趁着6号冷静时刻，决定要好好体会一下6号的情谊，然后就直接来了个亲密接触。可6号是个不懂浪漫的铁汉子，他说我可没说过喜欢雪诺。这下雪诺又陷入回忆，6号舍不得这的姑娘们，决定留下来继续做荣誉骑士。这天6号正跟虎男比武，手里的剑还是雪诺贷款买的那把，结果一交手剑就断了。这时候雪诺气冲冲来了，一上来就追问他的剑哪去了。6号一本正经的胡说，说剑去跟魔王单挑去了，还真让雪诺信了。虎男看不下去了，就决定把自己的剑送他。雪诺态度180度大转弯，虎男一下子就得到了青睐。6号在一边幸灾乐祸，虎男可不领这个情，他喜欢的可是另一款，原来是个控萝莉的。爱丽丝为了研究异兽，大伙儿踏进了森林，不料闯进了破头族的地界，突然一个斧头横飞过来，6号二话不说撒腿就跑，爱丽丝和雪诺却没跟上。6号回头一看，就对上了一只魔兽的眼神，两人一个劲儿的吓得跳起来，来来回回用外星话聊了一通，感觉俩人马上就要搭上火了。雪诺突然一刀就劈了那魔兽，成了2截。6号自个儿在把台边委屈巴巴的，这才不容易啊，第一个异世界的魔兽朋友呢，结果就成了餐桌上的菜。饭后时间，古利姆还在那吹嘘他的诅咒呢。爱丽丝看着觉得他就是忽悠人的，俩人谁也不服气，就出去比划了一番。古利姆摆好阵势，拿出祭品，念了一通自己也搞不懂的咒语，居然真叫出东西来了。谁想到来的是个大长腿魔王姐姐，还能满足人愿望。6号一看真身，直接倒戈了，说是满足愿望得给灵魂，想想以后能围着后宫，瞬间觉得这事儿小菜一碟。还没等人家满足愿望，爱丽丝就动手了。她认为那不过是个全息影像制造出来的幻觉。爱丽丝冲动的不行，大魔王决定让爱丽丝心脏停下来。她作为机器人哪有心脏？现场顿时尴尬的很，没辙了，只好把愿望这事儿转到爱丽丝头上。爱丽丝的愿望也简单，就是要求对方弄几个有益人类的星球出来。魔王还想让爱丽丝提点别的愿望，但爱丽丝对钱权啥的一点不稀罕，她只想探究一下这大魔王到底行不行。实现不了愿望，那就把基地的厕所给冲了吧。这操作把旁边俩人都看呆了，同时激怒了大魔王。魔王一变成了个肌肉怪物，可爱丽丝一点也不担心，坚定的要求冲厕所的决心不动摇。恶魔倒是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了。爱丽丝拿威胁当武器，她乖乖的打道回府了。爱丽丝刚来的时候动手脚，把降雨器给修好了，公主这下子省了不少买水的钱。只是这玩意儿得喊出让人脸红心跳的暗号，国王一听就羞得跑了。公主就出主意，叫6号和雪诺去邻国搞水。听说邻国王子挺风流的，公主打算让雪诺去勾引王子，然后来个大翻盘，这样就能对邻国提啥要求都行。公主这招真是够狠的，她还说只要6号愿意去，想要啥报酬就给啥，包括大陆上的秘密情报。第二天他们就到了邻国，天也差不多黑了。古利姆换上晚礼服想勾引6号，可结果还是一样惨。古利姆气急败坏，现场给6号下了个局，6号机智的躲过了。然后他们到了会场，都是些怪人。古利姆想找对象，一个劲儿的招惹干部。罗杰那小吃货直接就吃上了。雪诺自觉有本事，想当皇女。王子一来，雪诺就凑上去了，把讨好玩到极致，说啥都爱王子。王子却冷得很，直截了当问雪诺啥意思。这话，雪诺的皇女梦就碎了，古利姆也梦断了，气坏了想施法，又反噬自己。一个队伍里这事儿太戏剧了。画面一切，6号和爱丽丝到了地下室，奇怪的设备是爱丽丝假装迷路时偶遇的。他们还没细看呢，小孩突然出现在身后，他自我介绍说是魔王的4天王之一罗素。话还没说完呢，6号就准备上去揍他一顿。就在这时候，死对头海涅突然出现在门口，6号一看就露出了猥琐的笑容，然后直接把海涅摔到地上，让爱丽丝在总部传送手来帮忙抓到海涅这个人质。6号就开始肆无忌惮了，
罗素眼前直接对海涅动起手来。6号气呼呼地找到王子，是因为他从海涅那儿知道了这国家正在给魔族提供水源。魔族因为沙之王的威胁，现在已经变成了盟友。雪诺知道魔族的狡猾，转手就开始威胁王子。这时候海涅又出场了，说只要打败沙之王，人魔之间就可以停战。2个大波美女势均力敌，争夺水源斗得你死我活，诱惑手段一个接一个。6号在旁边看得猛啊，不懂怎么个大叔成了后宫的主角，别人都看得热血沸腾，可贤者模式的王子觉得都没啥意思。王子为啥贤者模式？可能是6号躲过的那个诅咒。王子拒绝了海涅和雪诺的好意，然后给6号一个挑衅的眼神。6号感觉特别挫败，决定得给王子点颜色瞧瞧。有了爱丽丝的支持，6号就走到了王子身边，说现场气氛有点怪，想要表演的才艺给大家看看，便在众人面前把坤坤放到了王子头上。6号一行人回国之后，给公主的情报是直接宣战无回旋余地。公主怎么也没想到，本来和邻国关系好好的，结果直接变成了交战状态。最后雪诺又丢了骑士团长的职位，想要谁得赶紧再想新招儿。公主二话不说下了命令，一行人马上出发去沙之王的地界找水。他们一到那儿，很快就找到了含水量超高的水果。6号趁机偷偷藏了一颗。正当他们闲聊的时候，地震突然来袭，打断了谈话。看到情况不妙，爱丽丝立刻带头撤。看清楚地震原因后，他们都傻了，想都没想到这个庞然大物竟然是传说中的沙之王。他们刚采的果子就是沙之王身上的水源储备。那沙之王愣是直奔6号他们就冲了过来，没辙了，众人只好抛车保命，结果连宝贵的水之石也跟着车一起玩完了。第二天为了能回国，只好一步步走。古利姆从车上摔下来后直接就不行了，想活命。他们决定路上啥都吃，可6号偏偏遭遇了他的天敌，一个特别聪明的半兽人。6号再怎么不愿意，最终还是栽在了美味的诱惑上。有一晚，6号用剩下的恶行点数换了个帐篷，局势看起来很糟糕。爱丽丝建议6号去偷雪诺的内内，雪诺自然是百般不愿。这时候爱丽丝一指昏过去的古利姆，6号立马就明白了，捞了点恶行点数。因为白天太晒，他们只能晚上赶路。虽然没遇见什么魔兽，但吃的问题更严重了，而且古利姆已经被6号搞垮了，恶行点数也不会增加了。6号试着向总部预支点数，没想到根本没人理他，这让他发誓回到地球一定要给领导好看。而且罗杰最近的眼神特别怪，总是有种说不出的表情。某天6号在帐篷里发呆，雪诺走到了他面前，心一横给自己下了个决心，结果没想到点数一点没涨。看来雪诺心里其实挺美的。6号脑子里的奇葩知识也多了几条。踏上徒步的路上，6号忽然想到罗杰那古怪的眼神，感觉像是在哪见过似的，跟之前碰到的怪人蜘蛛妖一个路数，那不就是明摆着缠上他的节奏吗？6号瞬间有了顿悟，他觉得罗杰可能是因为帐篷人多才会不自在。雪诺这几天被事情折腾得有点晕头转向，罗杰这边也已经是强弩之末，一开口就冲6号来了一句狠话。6号以为他摸透了罗杰的心思，好让罗杰不尴尬，就把爱丽丝给甩出去了。只不过两人的对话显然不是一条频道，双方都准备为了自己的需求开心一下。就在这时，爱丽丝突然闯入，把事情的真相给挑明了。一个是想为了生存本能吃掉对方，另一个却是想干点羞羞的事。6号一明白就赶紧跑开，可这回罗杰已经是走投无路了，今天非得跟6号拼个你死我活。6号看势头不对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恶行点数像打了鸡血似的往上涨。第二天，6号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回国。虽然任务没弄成，也拿不到本该有的奖励，但公主还有别的活计给6号。现在魔王军正在那座遗迹里忙活，他们打算找到古武器来收拾沙之王。他们这趟的目标就是阻止魔王军见到那武器。爱丽丝却出奇的提议，不如直接把那武器给抢了。镜头切到6号的总部，一年一度的慰劳赛又到了，要在众干部中挑个最受欢迎的上司。莉莉丝每年都是垫底的那个，这回打算使点小手段，趁着贝利亚和塔罗特不注意，偷偷开启了全球直播。6号看了之后，当场慌了手脚，东张西望找最佳角度，对上司的好奇心又加深了。莉莉丝的操作还有后招，正聊着谁是最受欢迎的上司这个话题，他悄咪咪开了摄像头偷录，这画面太美妙，看在流量的份上我就不播了，让我这个不懂世事的少年来背这个锅。正当大家期待精彩的时刻，莉莉丝突然搞个大新闻，说关注了才能继续看，看官们也来支个招点个赞吧。6号直接就是继续跟进，莉莉丝接着宣布这次比赛她要拿第一。她还挺好奇的，塔罗特会不会在意
6号那一票是投给谁的？这话一出，塔罗特脸红心跳，尽管否认的很急，但莉莉丝的火力全开。喝多了的塔罗特当场就开始表白，对6号倾诉衷肠。莉莉丝当场就蒙圈了，塔罗特话都说出口了，他拦也拦不住。莉莉丝看着直播上自个儿的画面，毫不意外的挨了顿暴揍。塔罗特这事儿一闹，直接不出声了，没辙只好让6号来劝劝。这时莉莉丝居然变成了冠军，票数还超了全员总和，作弊也太明显了吧！莉莉丝又挨了一顿揍。6号和塔罗特开始秀恩爱，6号表面装作不在乎，暗地里却拉票不手软。正当两人准备甜蜜的时候，6号意外发现莉莉丝又是第1名，这次作弊更加彻底。被利亚一威胁，莉莉丝只好说实话，她提前1天就招了一帮战斗员，月薪50万，闲着也能领，投我1票就行，这种工作你得留一份给我。然后他们才反应过来，这位发明家连6号都比不上，公司都快裁人了，他还大把招人，这些开销也不小啊。莉莉丝倒是挺大方，她觉得凭本事找的人干嘛要发钱？这下两人可不干了，只能把这笔钱先记在莉莉丝账上。莉莉丝的事儿一搞定，塔罗特也严肃起来，只问6号那票给谁了。结果话还没问完，敌人就来袭了。这聚会不是秘密的吗？怎么还能泄露出去？说白了，不是你直播的话，谁会知道？地球那边也不太平，邻国跟魔王军搞在一起了，敌人来了，咱们也得硬上。爱丽丝让虎男躲森林里去，咱们得去抢那宝贝。雪诺哭得一塌糊涂，因为带不起钱来，上次任务栽了又降级。6号只好来安慰人，说等工资一到手就得花个精光，这样也挺快活。爱丽丝在旁边听着，最后忍不住了，接了6号的老底。其实6号就算没钱了，爱丽丝还给他零用钱呢。一说出来，大家对6号的看法又变了。爱丽丝接着来了一句，雪诺这次要是能派上用场，就给他3个月薪水。雪诺一听这话，心里那个乐呵。时间不等人，快到晚上了，大伙儿也抵达目的地，他们还在侦查敌情，突然发现了海涅和罗素。看他俩那疲惫劲儿，雪诺建议直接把他们干掉。他对自己的方案挺有信心，还觉得自己绝对能搞定。但6号觉得这点子太幼稚了，让他们帮咱们先铲路上的雷，困难点不是更刺激吗？然后咱们再趁机出手。当狗这活儿还是6号行。众人趁夜里守卫打瞌睡，悄悄溜进遗迹。这儿跟外头完全不一样，像是见证了世界的断层。这儿曾经文明超级发达。雪诺一进来就忙着捡废铁想卖钱，爱丽丝对这些机器人也好奇得很。正聊着呢，突然一声喊叫打断了他们。海涅和罗素不小心触发了什么机关，海涅忙着保护罗素，结果自己受伤了。俩人你安慰我，我安慰你的，感情悄悄的就上来了。海涅俩人最后终于到了最里层。罗素说只要能够得到武器就灭了所有人。海涅对人类没啥恨意，但一想到6号那副德行，就忍不住想弄死他。正聊着呢，6号在后面悄无声息的动作，一招绝活直接废了罗素，一时间搞不清谁才是大坏蛋。海涅这才反应过来，对方一直在跟踪着自己，要在最后关头抢走自己的实力。有了罗素这个棋子，6号更是得意忘形，当场就逼问海涅刚才的威胁。结果俩人还没吵几句，爱丽丝告诉6号罗素被踢飞了。6号虽是坏蛋，但还没疯到那个程度，赶紧叫爱丽丝给对方救急。罗素醒来后，6号还装好人说是他救的，这招让队友们都哑口无言。6号用海涅威胁罗素开启古武器，罗素也挺听话，但趁6号分神，就掌控了古武器，直接对准6号开了火。海涅也用魔石传送跑路了。在最后，6号只抓到一个宝贝留在自己手里。反观海涅在传送到魔王城后，就见到一群老色批直勾勾的盯着他，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。而6号这边一群人也是直接跑路，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却发现罗素已经在外面等候多时，众人只好继续躲藏。起初6号本想让古利姆对敌人使用一个诅咒，但不知道会不会对机器人有用，便先拿爱丽丝试一试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出师未捷身先死。而且此时罗素的进攻也更加猛烈起来，罗杰便提议自己和对方交流一下，或许同为和承受对方会放过他们。听到后的6号当场答应了，可当看到罗杰身体止不住的颤抖，脸上却还保持微笑时，6号最终还是没有让罗杰出去战斗。一旁的爱丽丝见状，表示让6号拖延时间，他们则组装在总部传送过来的装置。出去后的6号使用恶行点数召唤了大量的武器，虽说火力压制这方面气势很猛，但却对远古武器起不到一点作用。而罗素也看出了6号只是在拖延时间，转身便决定先去把爱丽丝等人解决。可他没想到6号还有这秘密武器，电锯下去直接把对方腿部切开，但这也导致了机器人倾斜向着6号这边倒下。
然后6号顺势被抓住。刚想解决掉6号，爱丽丝就驾驶着毁灭者来到了现场，双方便就打起来了。而节目组为了省经费，直接把打斗画面跳过了。等6号醒来后，发现爱丽丝正陪在自己身边，又在对方口中得知，把远古武器直接被打成了废铁，毁灭者也遭到了严重的创伤。6号听到后脸上表现出关心的表情，但最终也没问出爱丽丝有没有受伤。而且在6号昏迷的这些天里，一直是爱丽丝在帮他解决生理问题，还得包括那些难以启齿的事。两人随后去了罗素的牢房，只要罗素愿意用水魔法造福国家，提供水源，想要的自由就给他。6号话还没说完，罗素就断然拒绝了，显然没经历过社会的苦，只好让虎男去逼问。开始时罗素还死不屈服，谁知虎男是萝莉控，对伪娘还有那么点兴趣。我就喜欢男孩子喵。罗素搞定后，6号就对古利姆的不穿鞋诅咒好奇，让爱丽丝从总部传送袜子。古利姆一穿袜子真的爆了，海涅那边井口泰发誓要为伙伴报仇，还拉上了魔王。从此战斗员派遣中，剧情就这样告一段落。和主角们闹出趣事，6号这个男主看似总捣乱，关键时刻总能站出来，在危难时刻救伙伴，实则相当靠谱呢。故事似乎有隐藏 BOSS， 期待一下第2季的故事吧。